你的白月光回来了，我让位。宁心现在是什么位分？回皇上，是常在。吓死我了！听他这话，我还以为自己什么时候不小心封她为皇后了呢。你一个常在，有什么好让的？我爹为了前途把我送入宫中，殊不知我跟皇上陆云介有仇。选秀那天，他毫不犹豫就点了我，我当时就哭了。他这是想公报私仇。果不其然，点我进宫之后，他便给我封了个最低的位分常在，其他同时进宫的不是妃就是嫔，只有我一个人是常在，然后将我忘在一边，理都不理。姑娘莫要为皇上伤心，皇上国事繁忙，听说其他娘娘也没事情，想来等皇上忙完就会来看姑娘的。唉，你还是太年轻了。我当然知道陆云剑为什么不招人侍寝，因为陆云剑有一个喜欢的人，那便是前威武将军林升的女儿林婉。陆云剑便是为林婉守身如玉的。当年陆云月争夺皇位之时，林婉他爹林升站错了队。陆云月登上皇位之后，群臣要求将他全家处斩，可陆云月却力排众议，只罚林升携家眷去戍守边关1年，并特意嘱咐好好照顾林婉，对他的深情可见一斑。如今1年之期已到，林远终于要回来了，我堵在他下朝的必经之路。什么人？陛下小心！哟，是你啊！好久不见。你的白月光回来了，我让位。宁心现在是什么位分？回皇上，是常在。吓死我了！听他这话，我还以为自己什么时候不小心封她为皇后了呢。你一个常在，有什么好让的？不是，谁跟你说位分了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既然你心爱之人回来了，不如放我出宫，成全你们一生一世一双人。你想出宫？出宫后要去哪？当然是各自安好，另觅良缘。别在这儿做梦了，早点回去洗洗睡吧。宁心，你给我等着！完蛋了，他肯定不会轻易就放了我。我跟他关系向来不好，他还指不定要怎么整我呢。当初进宫时便一再告诫自己，要做小伏低，千万不能乱发脾气。进宫这大半年都相安无事，唉，今日冲动了，还当他是那个翻我们家墙的少年呢，都忘了他现在是皇上了。小姐，花瓶来了。啥玩意儿？花瓶？是花瓶娘娘。花瓶是花侍郎家的女儿，陆云前能当上皇帝，花侍郎也出了不少力。他刚才肯定听到我说的了。呀，花姐姐怎么有空过来？在下不才，别的优点没有，就是脸皮非常厚。他位分比我高，我得赶紧行个礼。我不知道他的为人，若因为这些小事得罪了他，后面吃亏的也是我自己。唉，无所谓了，谁让我的仇人是陆云月呢？得罪谁还能比得罪他后果更严重？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花瓶无缘无故为什么突然过来？妹妹，姐姐不请自来，不会不欢迎我吧？棋逢对手啊。姐姐说的哪里话？心儿高兴还来不及呢。
快去上茶，要最好的茶。我也不知道我这里什么茶好，但这样说肯定没错。妹妹真是太客气了，姐姐难得来一趟，这都是应该的。他突然到访，定是有事。要说了。听闻妹妹今日见到了皇上，宫里消息传得这么快吗？这才多大一会儿，他就知道了。确实，因一些私事去找了皇上。我这么说，他肯定不好问我是什么事。早就听闻妹妹与皇上是旧识，不知皇上为人如何？哦，原来是为了这事儿啊！他这是想找我打听情报呀。也是，陆云特把人都招进来，就这么晾着，可不是要把这些嫔妃们憋坏了。而且他们不像我，对陆云介已是十分了解，他们不敢直接去找他，怕弄巧成拙。我这个旧相识都躲得他远远的，他们这些连面都没见过的，自然更不敢上前了。有点可怜啊，他们一心想着的那人，心里已经装不下别人了。林婉一旦进宫，必定是独宠，其他人可不就得在深宫孤独到老吗？陆云烟可真不是人，绝对不能让他把他们给糟蹋了。姐姐既然这样问我了，妹妹定然不会隐藏，姐姐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。妹妹放心便是。皇上早先还是王爷时便上阵杀敌，自然是威武不凡。只是什么？只是姐姐，你可知皇上为何迟迟不召见我们侍寝？为什么？因为皇上在出征时不小心伤了身子。你的意思是，皇上不行？不错不错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皇上不行？是的，是这样的。如此一来，他们就不会上赶着去找陆云介。陆云介只管与林婉恩恩爱爱，他们便守得自己的清白。到时他们出宫也能觅得良缘，就是稍微有点对不住陆云介了。不过也没关系，一来他的想法不重要，二来我俩本就不合，三来他都有林婉了，小小流言算什么？而且这么不光彩的事儿，肯定没人敢当着他的面说，所以他肯定不会知道。我可真是太聪明了。宁心，你想死吗？什么声音？我幻听了。陆云间，他什么时候来的？这货究竟站了多久啊？他听到了多少？花姐姐，刚才我们什么都没说，对吧？不管他听了多少，只要我死不承认，他又能奈我何？花瓶，你说句话呀，别关键时候掉链子啊！喂，陛下恕罪！完蛋，这个花瓶疯狂被刺啊！出去。太好了！滚出去！你刚刚说我不行，区人被现场抓包了，我没说。欺君可是要杀头的。又忘了他已经是皇上了，而且他好像杀了不少人，如此心狠手辣，我与他的关系不能再跟以前一样随意了。好吧，我说了。干嘛靠这么近啊？我行不行？你要不要亲自试试？什么眼神？好恐怖！进宫时，我爹拉着我，给了我许多宫斗的画本子。傻宝，今天的他们有可能就是明天的你。我的爸呢？我真的谢谢你的一语成谶。你不会来真的吧？他不会真的要杀了我吧？也不是没有可能。
我们俩本来就是死对头，让我入宫也是为了公报私仇，所以他要杀我也没什么说不通的。你哭什么呀？你就要杀了我了，我哭一下还不行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要杀你？啊！这人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？他刚刚明明，他好像确实没说要杀我。那我为什么心里会那么委屈呢？现在想清楚了。你现在的胆子可比小时候差远了。那你呢？你不早已不是在雪地里跟我打架的少年郎？上午的时候踢了我一脚，方才在别人面前公然诋毁，说我不行，刚刚又企图往我身上泼脏水，说我要杀你。在你这里受了这么多冤枉，该委屈的是我才对吧？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这么小心眼儿？我这破嘴！很好，再加一条，说我心眼小。反正我说都说了，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。大不了受点罚，他总不至于杀了我。这可是你说的。又是刚才那种眼神。哼，谁怕谁啊！你要干嘛？不是你说我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吗？那你也不能耍流氓呀！你现在是我的常在，就算我真做点，林夕，好可怕，就像那天雨夜他闯进我家时那样可怕。我没事，起身太快了。陆云月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想到从前了呢？禀皇上，林婉姑娘已接到宫中，在承香殿安置。你既然心中已有他人，又何苦来招惹我呢？陆云剑离开后，第二天凌婉就被封为皇贵妃，为什么不干脆封为皇后呢？想来是要等时机成熟再册封吧。凌婉毕竟身份尴尬，比如生下皇子之类的，册封典礼择日举行。陆云苑特生下旨，在此之前众妃嫔不必去请安，她自己则日日去承香殿，金屋藏娇。我又回归了出来时的无聊生活，每天都这么待着，人都要待傻了，更不爽了。好烦，去御花园散散心吧。八卦呀，谁能不爱听八卦？这么巧，各位姐姐都在这里啊！悲剧啊，谁让我位分最低呢？撇开花嫔不说，还有京兆印的女儿杜嫔，宣威将军的女儿渊妃，吏部尚书的女儿洛妃。除了丞相的女儿岳贵妃和刚被册封的凌婉之外，后宫人齐活了。姐姐们这是在说什么？
这些人我是认识的，当年在尚在闺阁中时，偶尔会在宴会上遇见。他们为什么都这么惊讶？妹妹来的正好，这几天不见妹妹，也不知那日后怎么样了。我们正担心妹妹呢。好家伙，原来是在讨论我呢，竟然吃瓜吃到我自己身上了。还好，这花瓶的嘴也真够快的。他不会是在担心我吧？我听闻皇上甚深威严，皇上他就没有对你做什么惩罚？明白了，看来陆云燕在外凶名太盛，把他们吓到了。毕竟1年前的皇位之争历历在目，陆云燕从一个不受宠的皇子一步步走上皇位，当时死了那样多的人，可都是他一手葬送。他们当然会认为陆云燕心狠手辣，更不用说我这背后说他坏话的了。而且看他们这样子，那天的事花瓶肯定都告诉他们了，他们定然也都知道了陆云月的小秘密。陆云月在他们心目中就成了一个身体不行还心理残暴之人，确实挺冤屈，有点愧疚是怎么回事？不行，就帮他挽回一点颜面吧。姐姐们多虑了，皇上并未对我做什么。那日我所说之事不要当真，皇上受伤是多年之前，现在兴许已经找太医治好了。对，皇上定然是已经好了，否则怎能夜夜留宿承香殿？想来皇上是个宽容之人，不会对后妃过多计较。大家进宫也不都是为了自己，毕竟身后还有家族。无论皇上为人如何，伺候皇上是我们的本分。姐姐说的极是。等，这个发展不对啊！听他们话里的意思，怎么好像又对陆云月抱有期待了？这怎么可以？林婉已经回来了，他们再一个个凑上去，伤了自己不说，还可能使他们2人之间生嫌隙，最后岂不谁也讨不了好？完了，刚才一心软做错事了，得赶紧想办法补救。姐姐，妹妹想了想，还是不忍心欺瞒姐姐们。妹妹此话怎讲？我方才为了不让姐姐们伤心，所以撒了谎。这是皇上打的。陆云燕，对不住了，为了大家的幸福，只能委屈她了。别细看啊，再露馅了。我自幼与皇上熟识，皇上眼里揉不得沙子，谁犯了错必定严惩。先前皇上有一个丫鬟因偷吃了一块玫瑰糕，竟被皇上我活活打死。效果不错，再接再厉。而且皇上特别记仇，心眼小，犯了错被他抓住，即使当时没发作，事后也会找回来。他铁石心肠，任何人求饶都没用。他心狠手辣，会采取各种极端的手段。这次他们肯定死心了。会不会太夸张了？花瓶都下跪了，跪下了。不对，好丢人！你想干嘛？你们总算到了。婉婉姐，你早说带我来见婉婉姐啊，害我一路担惊受怕。你不会以为这些事就过去了吧？咱们的账以后再算。你们俩还是一见面就吵架，一点都没变。往事种种，不论恩仇，都是回不去了。喝那么快干嘛？
一会儿醉了没人管你。不过好像是有点晕。不至于吧？这酒怎么刚到肚子里，人就要醉了？我做了个梦，之所以知道这是个梦，是因为出现的是小时候，赫然是第一次与陆云阶遇见的那一天。那是上元节灯花夜，下了好大的雪。皇后娘娘在宫中举行宴会，邀请城中一定品阶以上的臣子家眷参加。我爹是太傅，品阶不低，我娘自然有参加的资格。那天我娘给我梳妆打扮，要带我进宫。那时我爹刚给我买了个小兔子，我正爱不释手，对进宫的兴趣不大。可是在我娘的催促下，我不情不愿还是去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，他在众皇子最后，瘦瘦小小的，十分不显眼。可我还是第一眼注意到了他，因为那天所有人都在笑，只有他板着个脸，所以看起来怪怪的。我们这一桌正对着皇族那一桌，我这个角度可以刚好看到他。跟我同桌的除了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姑娘，其余都是大人。那姑娘我听人说是威武将军的女儿，名叫林婉。我早就饿了，不管别人怎样寒暄，我只顾吃我的。这个好吃。心儿，这是要做什么？我要带回家喂给我的小兔子吃。不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这是太傅家的女儿吧，当真可爱。谢谢皇后娘娘，这也纳上给小兔子。什么眼神嘛？吃完饭，工人们带着孩子们出去玩。皇后娘娘在外面的红梅园中挂了许多琉璃灯，每个人可选一盏带回去。我选了一盏做成小金鱼形状的，喜欢得很。我忽然想起吃饭时那个嘲弄的笑，便向小宫羽打听他的情况。他是四皇子，虽是皇子，但是十分不受宠。为什么不受宠？他的母妃是圣上最宠爱的贵妃，可因为生他难产死了，圣上悲痛欲绝。不许说我母妃！皇后娘娘赐的那盏小金鱼灯碎了。怎么回事？最后还是帮我拎灯的小宫女将情况叙述了一遍。我本以为这件事会含糊过去，毕竟只是两个小孩打架，可没想到皇后娘娘竟然让她给我道歉。我虽年纪小，可也知道他是皇子，而且还是我先动的手，我给他道歉还差不多。他不知是羞是怒，愤恨的眼神瞪着每一个人。小孩子打闹而已，算了。但我分明看到，方才他的眉头皱了一下。伤到没有？娘亲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怎么着你也不能动手啊！我也听闻四皇子之事，当年贵妃娘娘难产而亡之后，圣上便对她不管不顾，所以不管是主子还是奴才，自然也会轻贱她。听娘亲说的这些，我忽然有些心酸。同样是打架，我娘在这里安慰我、关怀我，可是她呢？她没有娘亲。你干嘛去？我去找她道歉。我是在红梅云中找到他的。她怎么自己在这儿？看着孤零零的。你来做什么？我来帮你吧。他脸上还有伤，是那时候被我给掐的吧？不用你管。咦，
你们怎么还在这里？我来是想要带走我的琉璃灯，没想到正好遇见了你们。这是金疮药，我外公是太医，这药是他给我的，你先擦擦吧。真的，太好了！不必了。为什么呀？你受伤了。我说不必就不必，不用你们在这里可怜我，走开啊！我那时候对于人情世故还不太懂，不明白你想要付出善意，人家也有不接受的权利。就算你不接受，也不能作践呀。可是，仅仅是以为你好是不能做所有事情的。那人明知道是为自己好还选择拒绝时，能左右这个想法的，就不仅仅是为你好的这件事，还包括其他的东西，比如说尊严。我是不是又做错了？把药给我。你住手！你住手！天哪，我在干什么？好了，可别再又打起来。本来是来道歉的，现在好了，歉没道成又结仇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把我喜欢吃的点心分享给你，我们和好吧？这点心是我本来准备给我的小兔子的。不用客气啊，你就吃吧。我说我不吃，肯定很好吃。这表情那叫一个痛苦。那个，你慢慢吃，我先走了哈。回来后，我对这件事内疚了一段时间，后面渐渐忘了。本以为我们三人的遇见只是一段小插曲，后面不会再有交集，所以几个月后，在我爹的书房看到陆云写时，我下巴差点没掉下来。宝儿，快来拜见几位皇子，今后他们会经常来府中，你不要坏了规矩。圣上身体日渐不佳，为了皇位继承，对皇子们也越发严格。我爹是太傅，负责教导皇子诗书经略。唉，我有点后悔了，当初不该塞给他那份玫瑰膏的。现在两个人彻底结仇了。但事已成定局，后悔也晚了。那时我爹教导皇子们时，我偶尔会偷偷溜过去玩，其他皇子对我很客气，只有他挑衅我。一来二去，我们多半会打起来，就是看对方不对眼。这时太子就会出来劝架，他比我们都大2岁，我不是很怕他，反而有点可怜他，因为他一直是温和有礼谦逊的，像戴着个假面，这样活着得多累啊。总之我跟他们算混熟了，有时候我会换上男装，跟他们一起去习武场，他们在习武场上训练，我则去找林婉看他制药。林婉爹虽然是将军，但他一心想学医，所以跟外公苦学医术。他偶尔会给我些美容养颜的丸子，有时晚上也不回去，住在他家。我爹也不管我，任由我去疯玩。太子曾不止一遍感慨，跟林婉比起来，我倒是像将军家的女儿。那天我又随皇子们来到林府，林婉刚好去他外公家。好无聊啊！哎，我记得后院角落的梧桐树上有个鸟窝，我早就想掏了。妈呀，我都爬这么高了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在吗？本想掏鸟窝来着，现在鸟窝没掏成，自己还下不去了。没关系，我跟着皇子们来的，他们找不见我，定然会寻我。虽然有点偏，但不至于一个人都不经过吧？到时我看到有人再喊他们就是。于是我趴在树干上静静等着，然后我就睡着了。身上好麻，天好像要黑了。我消失这么久都没有人找我的吗？
该是他们找我的时候，我睡太死了没听见。这树叶这么密，就算有人从下面经过，我不出声的话，他们也看不见我。谁能想到我会在树上睡觉啊？来人啊！有没有人啊？可这月黑风高，始终没有人过来，怎么办啊？好饿好累，我要坚持不住了。好黑，我好害怕。有人吗？救命啊！有人救救我吗？宁熙，宁熙！这声音好像就在树下。宁熙，别害怕。你怎么才来啊？别哭了，先想办法下来。我就是下不来，才一直待在树上的。我已经不怕丢人了。你跳下来吧，我接住你。不行，你要是没接住，我摔出毛病怎么办？行。那我跳了啊！跳吧。吓死我了！没伤到吧？我的腿好像抽筋了。上来吧。还以为他会吼我说我，没想到他与往常不一样，竟然有些温柔。陆云杰也会对我温柔？你没发烧吧？再乱动我把你扔下去了。这才对嘛。回到前厅，大家都不在，一打听，原来都出去找我了。他们以为我被人绑了去，听说太子还禀明圣上，动用了城中禁卫军，如此兴师动众，我好生愧疚。大家都回来了，来一个人就问我哪儿去了，我一个一个向他们解释一遍，注定要丢脸的，无所谓啦。最后赶来的是我爹娘，我爹是所有人里最激动的，他哭了，我怀疑我爱哭就是遗传他。看到他这样，我也心酸起来。你为什么会知道他在那里？对呀，我也想知道。碰巧罢了。原来是碰巧啊！我还以为你平常时刻注意着心儿。怎么可能？这件事就此过去。我被警告，以后去哪儿都要跟大家说一声。生活回归了原来的老样子。我跟陆云言的关系经此一事缓和了点，但还会偶尔吵架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年岁渐长。宝儿，虽然你人傻脾气大，长得也没那么好看，但好歹是个女的，为了你的名声，就别乱出去跑了。确实不能再去厮混了。我娘开始带我去宴会，给我买漂亮衣服和首饰，请嬷嬷教我礼仪。林婉也是这样，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，这就是女子。原来她比我心中要有怨气的多。那以后我要怎么办呢？嫁人这是不必说的，问题是我要嫁给谁呢？无语，我怎么想到他呀？好烦啊！是谁？是我。你来干嘛？你来做什么？多日不见，看看你是不是还活着。我谢谢你啊。
何时长得这么高了？而且还生得这样好看了。喂，我们和好吧。目若朗星，面如冠玉。你发什么愣啊？小姐，你做噩梦了吗？我怎么听见有说话声？改日我再来，你多保重。和好还是不和好，下次来再告诉我吧。我以为他说的下次会很快到来，却不想后面一直没机会再见到他。听我爹说，他表现出色，被封为安王，非常受圣上器重，被派去平叛。甚有传言圣上身体不好，皇位在他和太子里选。我明明记得刚见他的时候，他一点也不受宠。当然皇位什么的我不关心，我一直记着和好的事儿，满怀期待等他回来。终于听到他回来的消息，正欢喜，却得知他受伤了。我急忙带着翠儿去看他。他现在是安王，有了自己的府邸，很是威严气派。我等不及通报，直接闯了进去。他们小姐，你跑什么呀？是啊，我跑什么呀？是不是刚才跑得太急了，头好晕？我身子不舒服，先回府吧。回府后我便不晕了，只是脑中总想起他两个抱在一起的场景。又过了几日，宫中忽然传来消息，圣上要为太子和安王选妃。坊间流传，要在我与灵婉二神间选。为此，圣上召太子和安王进宫密谈，是要让他们自己选吗？如果让他们自己选，太子8成会选灵婉。皇后娘娘与林将军是血亲，一来太子与灵婉在一起是亲上加亲，二来林将军有兵权，为以后打算，定然是选将军之女，而不是空有虚降的太傅之女。这样的话，我岂不是要嫁给陆云月了？大家好像都是这么想。小姐，您跟安王关系那般不好，嫁给他以后可怎么办啊？密谈很快结束，让人不解的是，陆云介竟跪在门前整整1万。那晚雪下得很大，他伤又未痊愈，所以很快晕倒在雪地里。最后是圣上心软，让人抬了进去，但是却惹得流言四起，众人纷纷猜测，是不是安王也对灵婉有意？结果很快出来，要嫁给太子的人是我。原来安王爷喜欢林姑娘，好在圣上心疼安王爷，准了他们的亲事。小姐嫁给温柔的太子，这结果真是太好了。这会是个好结果吗？我没办法回答，我心里只有委屈。我不知道是因为被嫌弃而委屈，还是因为没人问过我的意见而委屈，还是他不喜欢我而委屈。不管我心里怎么想，这门亲事就这样被定下了。在3个月后，听说因为圣上身子每况愈下，这才急忙给2位皇子定亲。大家开始忙忙碌碌给我收拾嫁妆，我自己却提不起劲儿。不知是何缘故，我经常会犯头晕症。我爹找来太医也没瞧出问题，只说天气渐暖，许是身子乏了。小姐，要不要去挑选出嫁的首饰？近些天一直闷在家里，出去逛逛也好。这是林婉和太子，他们见到我，神色有一闪而逝的慌乱。也许他们是怕我误会吧。本想挑几件首饰送给心儿，却不想刚巧碰到林姑娘。林姑娘，以前我们一起玩时，他们都唤我们心儿婉婉的，如今确实不一样了。喜欢吗？喜欢的。婚期临近，我在府中待嫁。奇怪的是，太师府并没有欢天喜地的氛围，反而透着丝丝紧张。我忍不住向父亲询问缘由。安王不知为何与太子反目，现在朝中众人忙着站队，人人自危。
连带我也惆怅起来。但变故出现之前，我只能按部就班。夜里下了大雨，我被吵得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林夕，你睡了吗？陆云烨，快进来，我帮你找个东西擦一下。怎么了？好久没见，看看你是不是还活着。我的一厢情愿罢了。你放心好了，在你没死之前，我肯定会好好活着的。就这么说好了。你究竟来干什么？没什么，就看看你身体怎么样。挺好的。我怎么听人说你经常头晕啊？谁说的？所以真的是这样吗？是有点儿，应该是天气暖了吧，身子乏。不会是淋了雨发烧了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去给你找东西擦一擦。不必了，你自己多保重。喂，我们和好吧。我凭什么要跟他和好？之后几日我都待在家中，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爹忽然称病宅家，我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。太子和安王打起来了，谁赢了？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？听翠儿说才知道，这个打起来指的是打仗。如果输了怎么办？成王败寇，你说呢？这场政争持续了半个月，我惶惶不安。不只是我，所有人心里都是不安定的。希望太子能赢，如果安王赢的话，小姐王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我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想，一来众人眼里我们关系本就不好，二来我现在是准太子妃，在立场上妥妥站在太子这边。若安王胜利，没有理由不拿我开刀，所以他们都希望太子能赢。可半个月之后，传来了太子身死，圣上将皇位传给安王的消息。我震惊的同时，心里有个地方悄悄松了口气。新的储君对反抗他的人露出了铁血手腕。听我爹带回的消息，太子那边的人大多都被杀或被流放了，除了威武将军林升。安王杀了许多人，却始终没杀他，大家都说是为了林婉。圣上终究坚持不住驾崩了，朝臣以国不可一日无君为由催促他上位，国丧从简。接下来便开始论功行赏。从我爹整天匆忙的样子来看，朝堂动荡应该很大。对陆云杰有功之人，除了升官就是发钱。我爹因为明哲保身，还是原封不动，依旧是太傅。太子身死，我与他的婚约当然不作数。林升带着林婉去边疆守1年。不管如何，此事终于尘埃落定。之后，在朝臣的建议下，开始轰轰烈烈的选秀。有功之臣的女儿们纷纷被纳入宫中。令众人惊讶的是，其中还有一个我。不止他们，我自己也很惊讶。他与前太子仇对，我是前太子的未婚妻，也算是他的仇人。再加上我们俩先前的关系，除了公报私仇，我想不出其他理由。算了，懒得再想了。往事一幕幕，等我蓦然醒醒，才从梦里回归到了现实。这里，我应该还是在太和殿。没想到只喝1杯就醉了，而且醉得这么干脆。早上被烫到的胳膊也被包扎好了。哪里来的说话声？
怎么样？再吃2天药，毒就会解了。什么毒？谢谢了。也不是为了你，你倒是遵守承诺便好。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？你们在说什么？谁中毒了？你们闹矛盾了吗？是朝中的一位大臣，他遭遇刺客不小中毒，皇上特地让我配药来解。可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算了，他们好像并不想过多谈论这事。你酒里是不是放什么东西了？我怎么才喝1口就醉了？你酒醒了吗？醒了呀，已经完全没事了。醒酒汤喝了吧。我刚刚好像说的是我已经酒醒了。你的意思是不喝吗？阴阳师吗？这个死陆云月，这碗比我脸都大了吧？干了！这醒酒汤也太苦了点吧，真是命苦。一桌大餐不仅1口没吃着，还被灌了一肚子药。心儿今晚不如就睡在我这儿吧，不然以后恐怕没机会了。没机会了？什么意思？就这样吧。得，刚这问题是问的我对吧？总而言之，当晚我便去城厢殿住下，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，我也经常去将军府，不想回家，便跟林婉同榻而眠。那时候仿佛有说不完的心事，经常会聊到很晚，这次也一样。好困啊！我以前做过2件有愧于你的事。什么？现在都已经不重要了。不重要，那我就不问了，太困了。睡吧。第2天醒来，我总感觉我昨晚上忘了点什么。婉婉姐，你昨天晚上是不是跟我说了什么奇怪的话？没有。好吧，这也不能再问下去了。早餐当然也是在城厢殿吃的。陆云剑怎么来了？至于吗？就一晚上都不忍心分开，还眼巴巴过来。至于吗？也是，以后还不一定是何时呢。又是以后？以后会发生什么吗？我悟了，她是不是就要被封后了？她成为皇后的话，定不会亏待我，或许要放我出宫。如此一来，再相聚确实无定期了。没错，肯定就是这样的。不知为何，竟感觉有点伤感。吃完饭，我便独自回寝宫了。小姐，岳贵妃召见，让您回来后去一趟。啊？岳贵妃是当朝丞相的女儿，虽然我们之前见过，但进宫之后再无交集。昨日在御花园也没有她的身影，现在她突然找我做什么？算了，找我就去一趟呗，正好溜溜神儿。好家伙，这哪是岳贵妃找我啊？全后宫的妃嫔娘娘们都在这里。他们好像在讨论什么。妹妹，你还好吧？这场景好熟悉，这不就是昨天在御花园中的翻版？我可算知道他们为什么找我来了。情报，果然还是情报。因为昨天我被陆云间当场逮到。皇上之事我都听花瓶说了，敢问新妹妹，你所说可是真的？从她的目光中，我能感受到她的焦急。想想也是，对于他们来说，进宫不仅仅是为了家族，最终也还是为了自己。他们都是大家闺秀，身在闺阁时也都盼望着嫁入好人家，相夫教子。如今一入宫门，半点盼头都看不到，他们怎能甘心？
对此我也十分同情，尤其是我知道林婉将要被封后之后，林婉念着往日的交情不会为难我，可是他们呢？当初他们是被家族塞入宫的，陆云月为了不服他们家族的面子，定然不会主动将他们遣出去，而有林婉在，定然也不会召请他们。难道他们这些人就活该在深宫中孤独到死吗？我都替他们叫屈。所以事到如今只有一个法子了，也是我一直以来想推进的一个法子，让他们家族主动把他们接回去，这样不就皆大欢喜吗？姐姐，我所说句句属实，这次没人再偷听吧？那昨日皇上将妹妹带去哪里？可曾处罚你？昨日皇上罚我在承香殿的台阶上跪了一夜，我背后议论皇上，本就是大逆不道，让皇上撞见，皇上罚我无可厚非。可是，姐姐们，我们花一般的年纪，在这深宫，既无法得到皇上的宠爱，还会有被皇上虐待致死的危险。人生短短，我们难道就这么凄惨的死在这里吗？看来他们听进去了。是啊，自打进宫，我见皇上的次数一只手都能数过来。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自踏入宫门那一刻，我们的命运就注定了。妹妹有话不妨直说。姐姐们，要想摆脱这样的命运，我这里倒是有一个法子。是什么？没人在偷听吧？其实大家都清楚，我们进宫也都是想为家族出份力，但现在这情况，出力是不可能了，反而一不小心会给家族带来祸端。既如此，我们何不写信告诉家里人如今的情况，让家中长辈给皇上上折子将我们接回去？皇上刚继位不久，还要仰仗诸位的家族，定然不会推脱。如此，我们不就能跳出火海了？看来还得再加一把火。我这情况，若是再经历几次，怕是要将性命丢在这里了。太好了，计划成功。终于，众人打定主意，开始给各自家人写信。我在旁添油加醋的指导，后面2天跟他们互相传递着消息，看有什么进展。结果进展没等来，却等来一个人。婉姐姐，星儿，这2日看你气色不好，给你送来一碗养颜汤。婉姐怎么知道我气色不好？这2天我们俩好像没见面吧？你的意思是不喝吗？要了命了！这熟悉的味道，这不就跟那天醒酒汤一样吗？我喝还不行吗？我要离开皇宫了。什么？慢点喝。为什么？我已经跟皇上说过了，这样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。这次过来也是跟你做最后的告别。细细想来，那天2人神色都不大好。林婉还说要陆云潭遵守约定，那晚他们说的是什么约定？这个约定难不成就是同意他出宫？我知道了，是朝中的一位大臣，他遭遇刺客不小中毒，皇上特地让我配药来解。所以他们2人之间的交易，便是林婉帮他医治大臣，他放林婉出宫。可是你走了陆云剑怎么办？那他得多伤心啊！后宫这么多人，他的心意未必在谁那里。没错，后宫人是挺多的。可是我前2天已经帮他把后宫解散了呀，这可怎么办？再说服他重新招吗？而且我喜欢的人也不是他呀。那日在珍宝阁，难不成他喜欢的人不是陆云烨，他喜欢的是太子？我知道了，他们这是三角关系。林婉与太子两情相悦，但是陆云烨对林婉爱的深沉，
于是跪求皇上赐婚。皇上心疼他，同意了。太子痛失所爱，与他展开斗争，却是惨败身死。但因林婉他爹步伐不好收场，于是象征性让他去边关戍守1年。1年后归来，强行将他纳入宫中。可是他并不愿意。陆云浩心软，答应让他离开。原来真相竟是如此。走了啊。可是你要去哪里呢？悬壶济世，浪迹天涯。太子身死，那他岂不是从此世间再无所爱，只留他自己孤单的在人间？转念一想，陆云月何尝不是一样可怜呢？为他什么事都做了，最后为了他的幸福又只好放手，连后宫都被我解散了，我也难受起来，一时间不知道该心疼谁。那你以后再到京城，可得来看我啊。当然了。林婉就这么离开了。这消息很快传遍了后宫，众妃嫔又是一阵动荡。要不然我努力再让他们留下来呢？毕竟林婉走了，那也就没什么顾忌了。花嫔，连最受宠爱的皇贵妃都忍受不了离开了。妹妹所言果然不错。糟了，事情怎么发展成这样了？他这信任的小眼神，我怎么好意思说那些都是我造谣的啊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心里记挂的陆云卷，没有太多心思应付他们。林婉走了，不知他会多难过，毕竟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竟有些心疼，决定去看看他。他看起来不像难过的样子，他必定是将难过藏在心里，才装作若无其事。唉，更让人心疼了。你在看什么啊？众妃嫔联名给我奏折，说要自请出宫。我在想这事是怎么回事呢？还是改天再来吧，也不急在这一时。那你先忙着哈。站住！这件事，或许你来给我解释解释。这我上哪知道啊？之前被他撞见2次了，想耍赖也不成啊。你信我，我也是一片好心。说来听听。这要从何说起啊？我确实是一片好心来着，我想为他和林婉排除干扰，成全他们一生一世一双人。结果这货居然反过来赖我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谁？我怎么知道林婉最后会走掉啊？还不都是你？你既对婉婉姐有意，又何苦糟蹋别的姑娘？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林婉？之前你受伤那次，你们2人不是抱在一起？你看到了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忽然就抱了过来，说自己崴了脚。骗鬼去吧！拿这种解释来搪塞我，还把锅甩到婉姐姐身上。我以前做过2件有愧于你的事。不，这又有什么关系？先帝赐婚时，你不是为求娶她在雪地里跪了一夜？当年先帝亲自指婚我与林婉，并非我主动求娶。我在门外跪一夜，是想恳请先帝收回成命，只是他未应允罢了。我一直喜欢的不是林婉，是别的姑娘。是哪个姑娘？你说呢？不会是我吧？他说他喜欢的是我。我脸好烫，太丢人了。我有点事，先回去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要到哪里去？今晚可是你主动送上门的。不行不行不行！为什么不行？因为我害羞啊，
我还没准备好啊，因为翠儿还在门外等我呢。翠儿，你家姑娘今晚要侍寝了，你自己先回去吧。翠儿，别走啊！陛下，可是教习嬷嬷还没交常在，怎么伺候皇呢？翠儿好样的！那我只好辛苦一下，亲自来教了。我叫陆云剑，是宫中最不受宠爱的四皇子。我母妃因生我而死，皇上将罪过怪到我头上，因此我在宫中过得并不好。他们都知道，在宫里没人肯为我主持公道，包括皇后。她与我母妃不和。那日上元节晚宴，是我第一次遇见她。别的姑娘都是小心客气，这姑娘却拿宫里的点心喂她的兔子。听说她是太傅家的女儿，身在尔虞我诈的宫院宅门，她天真的让人难以置信。晚宴后，我自己离开，来到我母妃最喜欢的梅树下，没想到又遇到了她，更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跟她打起来。那时我听到小宫女说，我母妃跳了出去，不许说我母妃！想把她的琉璃灯打碎了，她一下就扑了上来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心怀着弄坏她灯的愧疚，才没出手。是我没出手，才被她打趴下的，并非我打不过她。皇后让我给她道歉，若只有我们两个，道歉也没什么，毕竟因为我她的灯才碎的。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尤其是当着皇后的面，我不想道歉，所以我跑开了，跑到母妃最喜欢的那棵梅树下，对自己说没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没想到她竟追过来，主动跟我说对不起，分明是我的错，却先要人家道歉。我当然是想要原谅她的，可都怪那执拗的自尊心，她让我嘴里的话变成了刀刃。不用你管！那姑娘竟也不生气，还笑嘻嘻把点心塞我嘴里。我记得这点心是她包好给小兔子的，现在却给了我。话说，兔子也不吃点心的吧？本以为只是偶然的一次相遇，却不想父皇突然下旨，让我们去太傅家学习。我心里竟有些期待。我以为要见到她不会太容易，毕竟是个女孩子，养在深闺。但不想第一天便见到了她，我这才知道她叫宁馨。我总是想看她，不自觉想找她的茬。我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这样，或许是因为她比我们活得都自在，在她身边我也可以自在起来。但她还是一次次让我目瞪口呆，打架、恶作剧、上房揭瓦，在我看来女孩子不适合做的事她都做了。让我更惊讶的是，太傅竟然不管她。终于忍不住我问太傅，为什么不像其他姑娘一样教她琴棋书画呢？但是太傅正用鹿筋给她做弹弓。你既饱读诗书，自然知道，自古女子的地位便不如男，男子幼时吃点苦不算什么，往后不管多大的天地都能闯荡。可是女子的天，直至最后寓于一方宅院。我只不过是想馨儿走到那一步之前，自由轻松一点罢了。太傅是给她一片没有风雨的沃土，任她随心所欲盛开。我想，我以后如果有女儿，也要这样教养她。小子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家馨儿？我没有。想娶我的馨儿，凭现在这样可不行啊。这样不行的话，要怎样才行呢？我开始努力。跟太傅谈过之后，我下意识开始努力，不只是诗书，还包括骑射。那日父皇兴起，要抽查我们的学业，我已经许久没见父皇，他也从不召见我。但我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对他的问题我都能回答得上来，虽还是比不上太子，我心里是憋着一口气的。等所有人都问完之后，父皇却单独将我留了下来，我不明所以。你很聪明，继续保持，不要辜负父皇对你的期望。期望？他什么时候对我有过期望？从我生下来就对我不闻不问，现在却又说什么期望？他突然说这话，是不是因为我这张哭死我母亲的脸？想要得到什么的话，光凭这种程度的努力可还不够。我在原地惊出一身冷汗。他
知道了。而且，他这是在点我吗？我猛然意识到，能决定我的命运的人，自始至终还是他。他能决定任何人的命运，只是他为什么选中我？他对我的宠爱日渐明显，从工人和嫔妃们对我的态度就看得出来。不过我也不在意。渐渐的，我也终于明白他为何忽然对我这样。因为太子，因为他不信任太子。太子的势力日渐壮大，听说还与将军林升勾结，让他产生了危机。所以他想找个人来制衡太子。最终，他选择了我，并非因为我努力，并非因为我长得像母亲，只是因为我有所求，所以他选择了我，而我别无选择。在将军府的学习继续，但是那天宁馨忽然失踪了。早上他跟我们一起来的，等我们训练过后，却始终不见他人。问过将军府的下人，都没人见过他。众人慌了，开始四散去寻。最终是我在后院的梧桐树上找到了他。找到他时，他正趴在树上大哭。我松了口气，心里却也有些好笑。还以为这姑娘胆大包天呢，却不想她也会害怕。我叫她跳下来，她竟然真的跳了。这是第一次，她伏在我背上，在我耳边细细说话，我便知道，为了这个女孩，什么都愿意做。你为什么会知道她在那里？碰巧罢了。怎么会不知道呢？我好多次看到她盯着那棵树，好多次听她谈到上面的鸟窝，只是你们都没在意罢了。父皇对我的恩宠越加不掩饰，我也看得出太子对我的眼神越来越忌惮。这本就是父皇想要的。随着我们年岁渐长，宁馨不能像小时候一样随便出来了，毕竟男女有别，我们也不再是小孩。恰如太傅所说，男子的天地是越成长越有驰骋的空间，而女子的天地是随着年长逐渐变小的。但是我十分想他，于是那晚我悄悄地来到了他的窗外，本想只是静静在这里站一会儿的，可是手却鬼使神差敲了上去。是谁？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莫名安心。是我，我期待见到他。多日不见，他过得还好吗？他像平日里一样精气十足，但是，脸蛋红红的，煞是可爱。我胸中心血的暖流再也抑制不住。喂，我们和好吧？他呆呆的，在夜色里，他的眸光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亮。可我还没等到他的回答。小姐，你做噩梦了吗？我怎么听见有说话声？要问我那天最想杀死的人是谁？答案是翠儿。我跟他约定了下次见面时再听。可谁也没想到，下次见面居然是那么遥遥无期。我被封为安王，并被派遣出去平乱。父皇的身体日渐不行，可越到这时候，他的疑心反而就越重。他越来越防着太子了，否则为何不派林将军去呢？他派我也不是信任我，是我孤家寡人，身后没有外戚支持，叛乱很快被平定，但我也不小心受了伤。养伤期间，我一直等他来探望我，却不想等来了林婉。我们随便聊了一会儿，他的状态有点奇怪，但我心里着急，没有多想。林婉走后，我继续翘首以盼。宁馨，你怎么还不来看我？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，他都没有来。安王府的门都快要被我望穿了，还是不见他。第4天，父皇召我和太子入宫，说要给我们选妃。说是密谈，其实只是告诉我们，太子娶宁馨，我娶林婉。我在宫门前跪了一整夜，跪到身体麻木，跪到晕倒在雪地里。到我这个位置，反手便能决定他人的生死。我知道，他这是逼我去争了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争给你们看。我开始不遗余力拉拢朝臣，与太子分庭抗礼。太子被我逼迫得节节败退。我有一种感觉，这场争斗里他也很无奈，也是被人推着向前。那晚雨下很大，我很晚才回去，却在门口见到了太子。你来做什么？忽然想到我们以前，现在却不得不针锋相对。他的脸色并不是很好，不知是不是错觉，我竟在他脸上看到了歉意。你听好了，我只跟你说这一次，信不信由你。宁馨身上被下了毒。说什么？你可以去问问他最近是不是经常头晕。我派人日日关注太傅府，自然知道最近太傅府是请过太医的。太子出现在这儿的目的，他的意图，他告诉我这些的原因，我都不去想了。我只想知道宁馨会不会头晕。我如那日一样敲打他的窗，好一会儿他才打开。多日不见，他好像憔悴了不少。
我心疼如刀割。快进来，我帮你找个东西擦一下。怎么了？他问我怎么了，我却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好久没见，看看你是不是还活着。因为我害怕听到不想听到的结果，可最终我还是问了出来。我怎么听人说你经常头晕啊？是有点儿，应该是天气暖了吧，身子乏。听他漫不经心的肯定是，我知道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。我知道我的脸色一定很可怕。不会是淋了雨发烧了吧？这么善良的姑娘，怎么舍得让她受伤的？我匆匆离去，连夜找到了去太傅府的太医。太医说他确实没有查出是中毒。我心如明镜，如果随随便便就查得出，随随便便就能解的话，他这毒下的还有什么意义？我瞬间想到了一个医术高明，站在太子那边又跟宁修十分亲密的人。到将军府已是早上，我不等通报，直接闯了进去。我掐住他的脖子，问他为什么这么做。太子赶了过来，我明白了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用宁心牵制住我，这就是原因。为什么他会中毒？因为我喜欢他，害他的人竟然是我。我退出，你把解药给宁心。我本就不想得到皇位，我只想要宁心。没有解药，我的理智瞬间就被怒火侵蚀，脑中只有一个想法：我要杀了这些伤害他的人。宁心熙若是出事，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。在我的步步为营之下，决战之日很快到来。我赢了。我挥剑将太子斩于脚下，当我刺出那一剑时，他脸上竟露出释然的笑意。可我已管不了那么多。林生，林婉不知从哪里忽然冲出来，跪在我面前。只要放了他们，我愿意拿出解药救。听到他这话，我手中的剑几乎握不住。我只是庆幸与感激。还好是有解药的，于是我们两人做了个交易，他去边疆寻药为宁心解毒，期限是1年。这1年我顺利登基，为了保护宁心，我将她纳入后宫。在此之前，我找太傅聊了聊，我给他承诺，一定会让宁心的天地越来越广。太傅终于应允。跟随宁心一同进宫的还有别的女人，都是拥我登上皇位的功臣的女儿们。看着她们想要迫不及待掌控我的嘴脸，我有点想笑。皇宫对于不受宠的女人来说，等同于囚笼，这是我自小在宫中长大认识到的。我绝对不会宠幸他们，我想要的只有宁心。册封，为了不让他成为众矢之的，我没有给他任何特殊待遇，甚至册封他为最低位分的常在，也忍住不去看他。我通过宫人了解他的一举一动，见他每日平平静静待在那里，我便无比安心。1年之期将近，那日宁心忽然跑来找我。宁心，他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你的白月光回来了，我让位。你想要什么我都应允，只有这件事不可以。他跑过来踢了我一脚，我心里既难过又想笑，好像他又变回了那个一见面就跟我打架的姑娘。但是他这是生气了吗？我焦躁不安，如果他真的生气怎么办？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找他一趟。嘘，皇上，不行！你这是在挑战我的自尊，滚出去！我喝退不知道是哪个嫔妃，决定吓唬吓唬他，但紧接着我就后悔了。宁心又一次头晕了，但是万幸，林婉回来了。我将林婉安置在丞相殿，监督她制药，终于治好。我去找宁心，可她竟然不在。你救救磨面。询问负责盯她的工人，最终在御花园找到了她。碰巧听见她正跟嫔妃们说话，我用眼神示意嫔妃们不要出声，于是又听到几个关键词：小气、暴力、心狠手辣、铁石心肠。好样的，宁心，你在玩火。我将她拖到太和殿，一路上在想，她为何要这样？是在吃醋吗？原来如此，她是在吃醋啊。好吧，是在吃醋的话，我决定原谅她。太和宫中，我早吩咐林婉准备酒席等待。我给林婉使了个眼色，
不要告诉他，那些阴暗肮脏的过去都不要告诉他，让他保持这样就好。喝酒时，宁心忽然晕倒，晕了好久才醒过来。我向林婉确认了100遍，她确实没事。又看着她将要喝的一滴不剩，才放下心来。心儿今晚不如就睡在我这儿吧，不然以后恐怕没机会了。我想了想，同意了。毕竟在宁心心里，他们一直是朋友。林婉给宁心解毒后离开了，离开前与我道了别。他说想要悬壶济世，浪迹天涯。想到过去的恩恩怨怨，每个人都是无奈的被推着往前走。终于到今天，了结了。送走林婉后，我本想立刻去找宁心，可是半路上却被嫔妃们堵住了。我发现我一个也对不上号，随便指了一个衣着最华贵的，问有何事，就见他们递给我一份折子，然后梨花带雨看着我，我好烦，不得已带他们去太和殿，听他们把要求说完。他们说想要出宫，想出宫，这惊喜让我有点懵。要说出宫的话，那可以谈谈。我没想到宁心散布的谣言竟如此有效，不必我出手，他们便主动离开了，倒也是一劳永逸。不愧是我的心儿，干得漂亮。满意的将嫔妃们送走，我还没来得及去找她，就听通报说宁心已经过来了。真是，我们两个真是心有灵犀。我故作深沉，主动引她与我说话，却不想她听到后妃们要离宫后转身就要走。这不是你促成的吗？你跑什么呀？先帝赐婚时，你不是为求娶她在雪地里跪了一夜，还不都是你？你既对婉婉姐有意，又何苦糟蹋别的姑娘？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林婉？她一一向我列举证据，我无奈的想笑。我一直喜欢的不是林婉，是别的姑娘。是哪个姑娘？你说呢？不会是我吧？真是笨蛋！我怎么会喜欢其他人呢？我喜欢的一直是你啊，一直以来都是你，也只有你。是你。看着他变得脸色绯红，局促不安，我再也忍不住把他圈进怀里，我再也忍不由见的嫌弃。怎么会有人这么可爱呢？这么可爱的人是我的，终于是我的了。有时候我会想，如果没有遇见他，自己会怎样呢？想完之后又庆幸，还好没有如果。我叫林婉，是威武大将军林升的女儿。我爹是当朝皇后的表哥，我爹跟皇后做了个交易，只要他助太子成皇，那我便是将来的皇后。因此我从小便被告知，我所做一切都是为了太子，甚至包括对我的培养，琴棋书画，只是为了配得上太子。第一次正式见到他，是在中元节晚宴，他坐在皇后旁边，笑得很温柔，就是看起来有点假。可我也无法对此做出过多的评判，因为我也跟他一样。他们夸我大方得体，我只是谦虚客气的回礼。同桌上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姑娘，名叫宁心。这姑娘才貌姿色皆不如我，我本不将她放在眼里。可当我见到她不在意他人的目光，往帕子里放点心时，我第一次对一个同龄的姑娘产生了羡慕，对她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羡慕，对她做任何事都不用顾忌太多的羡慕。她应该活得很自在吧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对她的判断还是委婉了。我眼睁看到她把一个皇子按到地上打，即使那是个不受宠的皇子，这显然已经不是自不自在的问题，这可以算作无法无天了。直到把他们拉开时，我忽又想起她是太傅家女儿，是处在书香门第的。我不懂太傅为什么要这样教养她。看着他们离开，我自己去挑选皇后御赐的琉璃灯。我一眼就喜欢上一个桃子形状的，正将它摘下带走。
就见树后转出一个人。方才看了一场好戏，我这才知道，刚才那场闹剧他也看到了。眼光不错，我最喜欢的也是这个。而我分明看到，在他身后提着一盏画着祥云图案的灯，他早就选好了。原来有人比我还要身不由己，甚至连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都做不到。本以为我们之间的缘分止于宫中那场邂逅，却不想一到圣旨，大家见面越发频繁了，包括太子，包括陆云邪，包括宁心，大家又一次遇见，并且很快熟悉起来。皇子们跟着我爹学习武戏，宁心也经常过来凑热闹，不过我却很少与他们凑在一起，我更喜欢躲在屋中研究医术。我爹对此很不满，他让我多去跟皇子们接触，尤其是多跟太子接触。我无法忤逆他，只能听从他的安排。众人看到我过来，自然很惊讶。婉婉姐，今天怎么过来啦？来看看你们练得怎么样了。休息时，宁心跑到场地里跟陆云烨打闹，我尴尬地坐在一旁，正考虑要不要过去找太子，不想太子却自己凑了过来。是不是你爹让你过来的？是。不想过来的话，不必勉强。这是我能决定的吗？一会儿我帮你，等着吧。他刚才那个笑容，似乎与以往的假笑不同。我想知道他打算如何帮我，便一直盯着他看。就见他身姿英武，比其他皇子都厉害，我一时间看痴了。我也连忙跑去，只见他腿磕了一块淤青。婉婉，快过来，帮我包扎！快去！我拜托宁心去帮我拿药，等药拿来，将伤口包扎好。多亏婉婉会医术，不然等太医来，我可要疼好一会儿了。林将军不妨将休息之处改为药房，若有人不小心受伤，也可及时医治。我爹连忙称好，这件事就这么定下。我转向他，就见他轻轻地、悄悄地向我眨了眨眼，心好像被拨动了一下。药房很快就移到了习武场边上，这样在他们习武时，我就专心学医；他们休息时就凑到这里。有时候忙不过来，我便拉宁心打下手。皇子们还是整日的练习，其中太子表现最为优秀。让我惊讶的是，有一个人也同样惹眼，陆云烨，他几乎比得上太子了。他在宫中默默无闻，不争不抢那么多年，现在为什么突然展示自己的野心？答案很快就揭晓，是宁心。宁心小姐，那日宁心失踪，引得全府的人去找，最后是陆云泽在树上找到了她，我便知道太子也发现了。陆云泽的软肋是宁心。随着圣上身体日渐削弱，太子与陆云烨之间的争斗很快开始，而圣上对此竟也不闻不问，就好像他知道并且促成了这一切。那时我因男女之防，与他们见面次数渐少，可在与太子数次的碰面，他眉头越皱越深。我问了问自己的心，感受到了心疼，可我也想不出什么法子来帮他。直到那日，他主动来找我。婉婉，我要做一件卑鄙的事，不确定这件事可不可以做。什么？用宁心牵制陆云剑。大家都羡慕我生来即是太子，我自己却根本没得选择。于是我帮他做了选择，我给宁心下了毒，一种世界上只有我能解的毒。这是我对宁心所做第一件愧对她的事，因这事我心中无限悔恨，本以为会止步于此，
却不想很快又对他做了第二件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远大将军陆云际着骁勇善战，公公安王。那时陆云际越发受封为安王，遣他出兵平乱。等他回来时，我听说他受了伤，于是我去探望他。实际我想多探听一些他的消息，然后告诉太子。我想向宁心提亲，可惜我那时感受不到他的喜悦，我心里只有危机。如果他向宁心提亲，就意味着太傅会倒向他。太傅是文人之首，影响力举足轻重，我要想办法阻止。刚巧我看到宁心从他身后过来，所以我故意扑到他怀中，见宁心扭头走掉才爬起。你怎么了？崴到脚了。皇宫中忽然传来消息，要为太子与安王选妃。我猜测圣上这是何意，却很快有了结果。我要嫁给陆云燕了。那天晚上太子来找我，圣上怕我母族势力过大，陆云燕没有母族支持，圣上这样做是为了平衡势力。我知道，我一直懂的。他为何特地跑一趟来向我解释呢？但我没有多问，我怕问了之后会得到一个让我失望的结果。就让我保持这个错觉吧，就让我错以为他也是喜欢我的吧。我爹对这门婚事十分不满，他先前做了那么多，就是为了让我嫁给太子，可现在谁也无法更改了。婚期渐渐临近，那日我去珍宝阁挑选首饰，却意外撞见了他，他手里拿着一只簪子。这么巧啊？是啊，太子哥哥。我想跟他说说话，问问他最近过得好不好。可若我开口，所造成的后果可能无法挽回，我只能沉默。往后一段时间都待在家里，我与陆云燕的争斗要开始了。婚期将近，陆云剑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宁熙嫁给我呢？也是，陆云剑这样的性格，偏执又疯狂，能制住他的只有宁熙。那太子哥哥有什么打算？我在等。我看得出来，他心里有了他不想做，但是不得不做的打算。他与陆云燕之间终有一战，成王败寇的道理，他懂，我也懂。婉渊，如果我胜了，你愿不愿意？他的话戛然而止，我回头看到了宁心。本想挑几件首饰送给心儿，却不想刚巧碰到林姑娘。林姑娘，我现在确实也只是林姑娘了，但我更在意她方才的话。她想问我愿不愿意什么。当我爹跟我说朝堂动荡的时候，我一点也不意外。正如那日与太子分析时所说，陆云燕是等不到宁心出嫁的，她一定会在大婚之前采取行动。所以现在朝堂人心惶惶，我身在闺中却也无法安定。我总是止不住想，如果太子输了会怎样呢？想到后果，我实在无法心安。但同时我也知道，已经没有退路了，前方非生即死。昨夜下了大雨，这天早上，你到底给宁心吃了什么？我知道太子的应对开始了，那我更不能给他拖后腿。哦，我给他下了毒。你疯了！关他什么事？关他什么事？因为你喜欢他呀。此刻的看见眼底毫不掩饰的杀意，我毫不怀疑他会直接将我的脖子掐断。不过无所谓了，我做了亏心的事，是我活该。就在我喘不过气时，从旁冲出一人，给了他一拳。没事吧？太子，你确定要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吗？是你先要抢我的皇位啊！那我退出，你把解药给宁心。听到这话，我松了一口气。我们当初所做所想，就是想要这个结果。没有解药，
怎么可能没有解药呢？解药虽难寻，但我肯定就在边疆，花费些时日总能找到的。我不明白他这样说是为什么，似乎是感受到我的目光，他忽然拉起我的手捏了捏，这是叫我不要多嘴。宁心若是出事，我要你们所有人陪葬！哼，这手段果然还是太卑鄙了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如果拿宁心威胁陆云剑，他当然毫不犹豫，但即使靠此登上皇位，也是受之有愧。他跟我一样有负罪感，跟我一样不安，我们果然是一类人，所以干脆告诉陆云剑没有解药，激他堂堂正法比一场，赢则生，输则亡。这道理我都懂，我都知道。可是心儿的解药你多费心了。这次就让我自己来选吧。我有不好的预感，他好像厌倦了一样。他从出生即为太子，没有人问过他愿不愿意。这个身份是阶梯，也是锁链。他好像只有成皇这一条路。甚至当有人来抢这个位置时，无数人都会推着他对抗。他像当年无法选择自己喜欢的琉璃灯，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，所以现在他厌倦地当太子了。我有点想哭，但是我强忍住。那日在珍宝阁，你问我愿不愿意什么？如果最后我还活着，再告诉你吧。他果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那我提前说好了，不管你问我什么，我都愿意的。那日之后，很快就传来太子与安王打起来的消息，我越发不安。我爹已经明白无误站在太子这边，府中整日兵将往来，给气氛平添几分肃杀。我整日从我爹那里探听形势，但是消息都是对太子不利。等我们赶到时，大局已定。太子跪在地上，陆云婷正要拿刀刺他的胸膛。我与陆云燕做了个交易，给我1年的时间去边疆寻药给宁心解毒，他不杀我爹，并且还我们自由。1年之后我回来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他封我为皇贵妃。解药制成，我见到了宁心，看他欢快地跑向我，丝毫不存戒隙的样子，我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中毒了，他不知道我给他下了毒。我看向陆云静，他飞快向我使了个眼色，他是想让我永远不要告诉他。我好像明白了这姑娘的天真自在从何而来，身边的人都努力使她远离凡事的肮浊，小心翼翼呵护着她，真是个幸福的姑娘啊。那晚我们久违地睡在一张床上，像小时候一样，她对我毫无防备，我越发愧疚。我本想将以前的事告诉她，可想起白天陆云鹤那个警告的眼神，还是算了。他那样紧张，我又何必添乱呢？又在宫中待了2日，确定宁心的毒解了之后，我正式向他们告别。如果遇到麻烦，可以亮出他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走出城门的那一刻，我向身后回望，往事如烟，历历在目。我终于也成为一个自在的姑娘了。还不走吗？若记忆不会苍老，何惧轮回路走起早。人生中唯有那个时刻，让我无比庆幸自己会医术，让我能够在那日有能力把他从死神手中拉回来。他在城中养伤，我自己一个人去边疆寻药。我从陆云浩那里得到了承诺，尘埃落定之后，许以我自由，许以我们自由。好久不见。怎么把你忘掉？怎么看起来好像瘦了呀？哪有啊，我以为自己能平淡地应对一切，可当我站到他身前，他这样看着我，我还是紧张。我确定自己的情感，但我不确定他的。
我喜欢他，但我无法分辨他究竟是真的喜欢我，还是利用我。你今后有什么打算？我想凭借一身医术四处走走。你呢？有什么打算？听说是你救了我。是。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那我只好以身相许了。怎么哭了？因为太欢喜了，欢喜到自己的心都在雀跃，欢喜到情不自禁流泪。你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妻？我好像早就答应过你了，不管你问我什么，我都愿意的。陪你踏冰天雪地，我来守护你的力。